仔细看，她的肚子可以瞬间变大3倍，疼痛随之而来。她每天都要经历好几次类似生孩子的痛苦。大姐的肚子在变大之前没有任何征兆，刚刚还在晾衣服，突然感觉不对劲，在丈夫的帮助下躺了下来，肚子也在肉眼可见的变大，而且变得硬邦邦的。丈夫能做的只有帮她按摩一下，除此之外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看着大姐疼痛不止。经过几分钟的阵痛，肚子又慢慢恢复到了正常大小。可大姐还没缓过气来，肚子又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变大，她又要经历一次分娩的痛苦。丈夫说这样的过程每天都要经历6次以上。大姐平时的腰围是77厘米，肚子变大后腰围就成了91厘米，整整大了11厘米。然而令大姐更绝望的是，医院根本查不出肚子变大的原因，他们甚至去了妇产科，可是医生却说她很健康，但是肚子变大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生活。大姐刚在市场买完菜，回家的途中肚子变大说来就来，完全不分场合。节目组脱下外套帮大姐躺下，大姐的叫声引来路人围观，路人看到这一幕也是懵的一逼。丈夫很快赶到，不停地帮大姐按摩肚子，经过长时间的折磨，肚子终于恢复了平静。大姐精疲力尽地吐出一句话：回到家，丈夫很是心痛，看着痛苦的妻子，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。节目组抱着一丝希望，带着大姐再次来到医院，一番检查下来，医生对此也感到很震惊。大姐的肚子变大时，大肠也随之扩大了10倍。生理上没问题，那8成就是心理问题。节目组又找到心理医生沟通下来，才知道原来大姐的前夫有家暴，这给大姐带来严重的身心伤害。她把一切痛苦都藏在心里，长期的压抑无处释放。和现在丈夫在一起后，生活恢复了平静，大姐心理上的压力在慢慢释放，才会以肚子变大的形式体现出来。丈夫听后很自责，认为自己没有和妻子好好交流过，不知道妻子承受了这么多委屈。他决定以后给大姐更多的陪伴，让大姐释放压力。最后还对大姐来了个深情告白。和大姐一样，下面这个女人的肚子也很神奇，她怀孕3天就要生了，但是她却什么都不知道。3天前，她因为胃痛来医院检查，没成想却检测出了婴儿的心跳声。医生说你这不是胃病，你要去妇产科啊，你这是怀孕要生了。大姐听到这个消息震惊了，这什么情况？护士也震惊了。比大姐还震惊的是她丈夫，由于工作原因，大姐和丈夫已经分居7个月了。现在你说你怀孕要生了，所以当然是原谅她了。医生说其实大姐也是怀胎10个月了，只是她不知道而已。那大姐为什么连自己怀孕都不知道？邻居也说根本看不出她怀孕，都以为她又胖了而已。为此，大姐还跑去做了减肥按摩，就是专门按肚子的那种。该说不说，你例假总该停了吧？大姐却说自己例假一直不规律，一直没来例假，也没在意，这得有多不在意啊？由于一直以为是胃病，她还买了很多治胃病的药。现在大姐非常自责，只希望孩子能平平安安的出生。不过还好，最终大姐顺利生产。不得不说，孩子有个这样的妈，还能活下来，真的是个奇迹。这应该就是传说中那个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吧？看着平平安安的母子，下面这位大姐张着嘴表示羡慕。她一天24小时都要张着嘴巴，一旦闭上嘴就会不停的打嗝，即使憋气憋到窒息都没有用，根本停不下来。丈夫说她这样已经3个月了，正常人每天都会打嗝20次，但是大姐1分钟就要打20次，连续的打嗝让她呕吐不止，严重时还会吐胆汁，就连吃饭都没办法正常吞咽，刚吃2口就要去厕所吐掉，晚上也没办法安心睡觉。奇怪的是，她之前是一名排球运动员，身体非常健康，大姐也去过很多医院，但是都没有查出任何毛病，医生都以为大姐在开玩笑。没办法，大姐只能尝试每天吃消化药，但是没有任何改善。节目组抱着一丝希望，带大姐再次来到医院，进行了更彻底的检查。还是和之前一样的结果，但是大姐的痛苦还在持续。之后，节目组又带大姐去看了中医，大夫先对大姐进行把脉，一番望闻问切后，对大姐进行红外线照射。就这样操作下来，奇迹发生了，大姐停止了打嗝。大夫说她这应该是焦虑症，是压力过大导致的。由于没有及时释放压力，就慢慢形成了心理疾病。这时大姐也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由于疫情原因无法工作，只能一直吃老本，而且理财投资也亏得一毛不剩。一气之下，焦虑涌上心头，刚开始只是心率过快，慢慢就变成了不停打嗝。最后在中医的帮助下，她终于恢复了正常，不再打嗝。看来还是中医牛啊！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每到深夜，他家卧室的床头就会传来一种诡异的声音，仔细听。把床移开后没有任何发现，但是诡异的声音仍然存在。主人说声音主要有2种模式，有时候是哒哒哒哒，有时候是 gay gay gay。我记得只有德爷才会发出 ga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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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怪叫啊，难不成里面住了个德爷？有时候主人拍一下床头，声音就会停止，主人认为里面住了个生物，而且刚买床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声音，声音是在2年后开始出现的。为此，节目组找到了声音分析专家，专家分析后认为这应该是某种生物移动时产生的声音。节目组还找来了专业的木工，
木姑说真的是奇怪，我没有听过这种声音，这不像是木头能发出来的，所以床头真的有某种生物吗？说再多也没用，直接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但是床头里面空空如也，没有发现任何生物。节目组决定继续拆解床头，随后把拆解的床头送到医院做核磁共振。医生发现木板里面有一个白色物体，经过反复实验观察后，医生确定这就是一只3厘米长的虫子，而且还发现了虫子吃木头的痕迹。节目组锯开木头后，果然发现了一只白白胖胖的虫子，不一会儿又找到一只，你别说看着还挺可爱的，烤着吃一定很香。昆虫专家说，木头被做成床之前，虫卵就已经存在了，之所以2年后开始出现声音，是因为当时环境温度比较适宜，虫卵就孵化了，孵化后就开始吃木头，诡异的声音也就出现了。至于主人说的2种声音模式，是他吃木头时的不同状态而已。至此真相大白，我觉得商家还是挺良心的，起码用的真的是实木材料。同样遭遇怪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位小姐姐，她家的电视总会无缘无故的自动打开，出门前关闭电视，回来就看到电视早已打开，尤其是在3更半夜，自己睡着觉就会被电视吵醒，客厅却一个人没有，想想都觉得可怕。主人说电视每天都会自动打开，而且没有任何规律。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3年前，那天他正在厨房洗碗，突然就听到了电视声音，刚开始他也没太在意，慢慢的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，他开始检查电视的各种设置，并没有设置自动开关机的时间。后来找售后换了一台电视，也还是会出现自动开机的情况，该不会是电视机自己想看电视吧？他当着节目组的面关闭了电视，没一会儿电视就自动打开了，即使取出遥控器电池，电视还是会自动打开，这就很不科学了。走进科学节目组决定请教专家，专家说电视遥控器发出的信号是红外线，家里可能存在能发出相同红外线的电器，才使得电视接收到信号就打开了。随后专家对家里所有电器展开探测，最后怀疑是电源插排，但是把插排断电后还是检测出了与电视遥控器相同的红外线信号。专家又尝试关闭无线路由器，紧接着红外线信号就消失了，那说明问题就出在路由器上。但专家说并不是，路由器不会产生红外线，罪魁祸首是路由器的充电器，充电器长时间的使用就会产生不必要的红外线，如果恰巧和遥控器红外线一样的话，电视接收到信号就会打开。果然在拔掉充电器后，电视没再出现自动打开的现象，至此真相大白，这就是一种巧合而已。上面2个都是家电家具问题，但是下面这位大妈家里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东西。她家里平白无故的出现了一包牙齿，参差不齐，大约有20颗，看样子像是小孩子的牙。牙齿是大妈在厨房整理橱柜时发现的，当时都吓懵逼了。牙医说这些都是小孩的乳牙，一个人平均就有20颗，看形状分析应该是同一个人的。节目组把牙医的分析结果告诉了他们。大叔讲话了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孩子，牙齿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家里，而且最近也没有人来过。大叔猜测牙齿来自食品包装，因为他家的食品买来就放在橱柜里，牙齿也是在橱柜发现的。但随后节目组发现了蹊跷，他家日历上10号这天标注了行程是去看牙医，那会不会是大妈看牙医的时候带回来的，自己却忘记了？大妈一口否认。 아니에요. 남의 치아를 왜 가져옵니까? 节目组也不确定大妈有没有健忘症，为了排除这种可能，节目组来到大妈的牙医诊所咨询，医生表示来这看牙的儿童很少，所以不认为乳牙来自他们诊所。节目组还调取了诊所录像，发现大妈确实没拿诊所任何的东西。那牙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和大妈聊天中得知，这个房子是他们买的二手房，搬进来还不到1年。节目组瞬间醍醐灌顶，那会不会是之前户主孩子的牙齿？为此，节目组通过房产中介联系上了前房主，对方说乳牙就是自己孩子的，当时搬家忘记拿了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又是虚惊一场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吃冰淇淋要加辣椒酱，一口下去冰火2重天，还说口感很像奥利给。咖啡里也要加入半瓶辣椒酱，搅拌一下一饮而尽。他说餐厅的辣椒一点都不辣，会随身带着一瓶秘制辣椒酱。吃炸酱面要先来上1勺免费辣椒，再加入自己秘制辣椒。好家伙，直接成了辣椒拌饭。旁边大哥闻了一下就辣到咳嗽，吃完呢记得喝点水，水里也要挤入辣椒酱。更奇葩的是，喝感冒药也要加辣椒酱，还说这样容易出汗，好得快。剩下的一点药汤里再加上米饭，这样更有食欲了。感冒好了就要吃烧烤，喝啤酒那自然少不了辣椒酱，喝这么一杯顶过去2杯。不仅如此啊，连他7岁的儿子都酷爱辣椒酱，米饭必须拌辣椒才能吃，连黄桃罐头都要蘸辣椒。刚开始工作人员还以为是番茄酱，尝了一口，厉害厉害。和他爸爸一样，他喝水也只喝辣椒水，不仅是辣椒，各种各样的芥末也是他的最爱，如果不给吃他就会哭。那他们真的健康吗？经过检查，医生发现父亲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儿子很幸运暂时没发现问题，但医生还是建议少吃，毕竟正在长身体，要多吃有
营养的东西。如果吃辣有段位，下面这位大妈也属于王者级别，她10分钟就能吃完一盆辣椒，这就是她今天的午饭。为了增加口感，她会用辣椒蘸辣椒酱，嘎嘣脆，好像吃黄瓜一样。她竟然没有丝毫反应，这该不会是假的吧？工作人员决定尝一下，咬下一小口，差点被送走。大妈淡定地看着一切，不一会儿就干完了一盆。为了测试她能吃多辣，节目组准备了世界各地的辣椒。大妈看得两眼放光，这么多辣椒看着就好吃。首先出场的是来自墨西哥的胡椒，大妈说还不错啦，很甜。接着是烟熏辣椒，吃着像柿饼。第三个是来自泰国的辣椒，吃起来脆脆的像薯片。一旁的工作人员都看乐了，再次尝试，还是辣到不行。大妈感觉很莫名其妙，根本就不辣嘛。虽然大妈很能吃辣，但也有她吃不了的东西。她不能吃洋葱和大蒜，一吃就会满脸通红，甚至会吐血。为啥会出现这种奇葩现象？医生提取了辣椒素，对大妈进行感官测试，把沾满辣椒素的棉签插入鼻孔，大妈一点反应没有。医生认为大妈对辣椒素不敏感，而大蒜之所以辣，是因为含有大蒜素。大妈对大蒜素非常敏感，所以才会觉得辣。即使这样，我觉得大妈也属于吃辣的王者级别了。然而下面这位小姐姐表示不服，冰淇淋加辣椒酱，这是她的神仙搭配。她一天就要吃3瓶辣椒酱，橱柜里也摆满了各种辣椒酱，每顿饭都要加上新鲜的辣椒段，还说辣椒能帮自己释放压力。现在她要挑战当地最辣的炸酱面，还要求厨师多放1斤辣椒面。即使这样，她还是不满足，在面上又加了辣椒段，吃得一脸惬意，周围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节目组给她准备了3种当地最辣的食物，第一个是辣炒年糕，刚吃一口她就笑了，没什么感觉嘛。第二个是辣酱咖喱，这个有一点点感觉，很快就干完了一盘。第三个是魔鬼辣鸡腿，仔细品尝下还是一点反应没有。她说从来没有吃到过让自己感觉辣的东西。听到这话，节目组放出了大招，端上来一盒死神辣条，是用世界上最辣的龙息辣椒制作的，辣度是普通辣椒的220倍。据说这玩意儿只能中午吃，很多人吃完都坐上了依维柯大金杯。小姐姐也重视了起来，扎上头发，准备好牛奶，挑战开始。她一口吞下去，仔细嚼了嚼，还不错。刚开始有点甜，后面有一点点辣。即使这样，她依旧一滴汗都没出。不过这样吃辣，屁股受得了吗？经过检查，医生说她患有轻微的食道炎和痔疮，必须要改变饮食习惯了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把风油精涂在眼睛上，一天就要用掉1瓶，边涂还边笑，说涂完神清气爽。大叔随身都带着2瓶，家里到处都是风油精，看电视的时候涂，开车的时候涂，半夜也要涂1次。最急的人是他老婆，怕他涂死了，而他自己却说自己根本离不开风油精。这又是为啥？他也不解释啊，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涂眼睛上不过瘾了，直接用风油精洗脸，看样子也不错，洗完精神抖擞。那他到底为啥要涂风油精？真的是奇怪。周围人也是看着一脸懵逼，真的不会疼吗？旁边的大叔决定试一试，结果直呼辣眼睛。这时他终于说出了涂风油精的原因。原来大叔之前眼睛受了伤，什么都看不清，偶然用了1次风油精，竟然能看清楚了。从那之后就离不开风油精了。但风油精真的有那么神奇的功效吗？医生猜测，在风油精的刺激下，大叔眼泪分泌旺盛，使得眼睛非常湿润，这可能是帮他看清楚的原因。但风油精对眼睛有非常大的伤害。经过检查，大叔的眼角膜确实受到了严重损伤，风油精没能治愈他，反而加重了病情，必须立即停止使用风油精，还给大叔拿了专门治疗眼睛的药物。所以说有病就要对症下药，不要相信偏方。和他比起来，下面这位尼姑更奇葩，他把洗衣液涂满全身，每天都要涂好几次，一天就要用掉3瓶。诵经累了就要往身上涂洗衣液，外面散步的时候要涂一涂，工作时也要涂，总之不允许身上有干燥的地方。就连洗澡都是用洗衣液，先往盆里倒入满1瓶，蹲在盆里就洗了起来，洗衣液直接成了他的沐浴露，家里还存了上百箱的洗衣液。然而这仅仅只是1个月的量，他1年内用掉的洗衣液足够别人洗17年的衣服。更奇葩的是，他洗衣服呢却从来不用洗衣液，还说用洗衣液洗衣服就是浪费。节目组很担心他，而他自己却说正是洗衣液救了他的命。这又是为啥？原来去年他遭遇了入室抢劫，受了严重的外伤，虽然恢复了健康，但皮肤依然瘙痒不断，有天实在痛到无法忍受，莫名其妙涂了一点洗衣液，没想到皮肤一下就不痒了，还治好了自己的脚气，从此就一直使用洗衣液了。节目组还是担心他的健康，带他来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伤口愈合的时候痒一点是正常的，但由于洗衣液的刺激，他的皮肤变得很干燥，还得了皮炎，必须停止使用洗衣液。他也很听话，回家就把洗衣液都丢了，用上了正规的护肤品。和他一样有奇怪癖好的还有下面这位奶奶，她把凡士林涂在眼睛上，每天用1盒，已经这样做了30年，涂完还要做眼部运动，耳朵后面脖子上也不能少，再挖上一大勺涂在膝盖上，说可以治感冒，脚上也不能少，据说治脚气一绝。肚子疼呢就涂在肚脐眼里，手上有伤口也可以用，还说能加快伤口愈合。凡士林在他这里可以说是包治百
百病，一天就要涂3次，家里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凡士林。医生说，虽然凡士林有滋润皮肤的效果，但是要适量。奶奶呢却什么话都听不进去，因为她认为自己亲身体验过凡士林的神奇效果。奶奶出门可以不带钱包，但不能不带凡士林。来到公园就开始锻炼，爬上爬下，看起来身体确实很灵活。这还没完，奶奶还展示了自己的绝活劈叉。要知道奶奶今年已经80了，然而她的迷惑行为还不止这些。晚上睡觉前会拿2个木棍在身上来回敲打，说可以疏通经脉。为了健康，她把大部分时间都拿来锻炼身体。那她现在情况如何？医生检查过后说，奶奶的眼睛出现了角膜发炎，不能再往眼睛上涂凡士林了。凡士林带给奶奶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，对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。运动才是她保持健康的最大原因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监控每天都能拍到一个神秘物体，通体白色，还带2个小翅膀，一闪而过，速度极快。刚开始呢，工厂保安认为是塑料袋之类的东西，但每天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。员工在监控附近找了半天，都没有看到任何塑料袋，诡异的现象不断出现。工厂另一个监控也拍到了奇怪画面，有一束强光射在地面上，好像是外星飞碟在盘旋，同时还能听到狗在大叫。出来呢，却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光束只能被监控拍到。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工厂老板娘，老板娘呢是个文化人，她才不信什么飞碟之类的，让员工用纸飞机模拟白色物体，在监控前丢出纸飞机，监控显示纸飞机全身也发着光，和刚开始拍到的物体很像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之前的白色物体肯定也是个什么垃圾之类的。老板娘又让员工用强光手电模拟光束，虽然在监控上能看到强光手电形成的光晕，但是和之前稳定的光束完全不同，无论怎样模拟都达不到之前的光束效果。老板娘怀疑监控设备出了问题，找来监控售后人员检查了半天，售后却说设备一切正常。哎，真的是奇怪。节目组又架起了多个摄像机，也拍到了神秘的光束。没办法了，请专家吧。专家左看右看，说这束光看起来和普通的光线不一样，光束很稳定，不会扩散，这是地球上的光源做不到的。难道真的是外星飞碟？专家左思右想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，还真成了未解之谜。同样遭遇怪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座寺庙，寺庙里的荒废电梯每晚都会传来诡异的哭声，声音是从这个缝隙里传出来的，电梯底下好像住着什么东西。师太说每次打坐念经的时候声音就会立马停止，这东西好像很害怕念经，关键这是佛门净地，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？师太心里还是有点怕，每晚都会安排人念经到天亮，这东西胆子也是越来越大。有一次师太吹口哨，他竟然还回应了起来，那会不会是小动物之类的？师太说下面全是水，不可能有动物能存活的。那这电梯下面到底是什么？节目组决定把相机伸到下面一探究竟，左看右看，除了一滩死水，里面啥都没有。接着又把相机伸到水下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师太想吹口哨引起这东西的回应，这次未能如愿，里面还是静悄悄的，实在没办法了。节目组决定拆电梯，还把电梯里面的水都排空了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爬了下去，环顾四周没有看到任何生物。工作人员不放弃，继续翻找，突然一只树蛙跳了出来，难道声音就是他发出来的？专家再次听了下录音，哎，还真是树蛙的叫声。之所以声音和平时蛙叫有差别，是因为它们正处在发情期而已。解决了寺庙的问题，下边的玩具又出现了新问题。这个玩具频频传来怪声，只要静静的听，就能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。他有次还看到女儿半夜跟玩具对话，这把他吓了一跳。女儿却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玩具，真的是奇怪，一个实木玩具怎么可能会叫？有时候主人气不过，用力敲2下，它又会稍微消停一会儿。不过凡事要讲科学，节目组用话筒录下了这个怪声音，找到了声音分析专家，对录下来的声波进行了波长分析。专家说声波间隔不一样，很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，应该是某种生物移动时产生的声音。哎，真是见了鬼了。主人拿的玩具又找到了一位木工，木工研究了半天，说自己没有听过这种声音，这不像是木头能发出来的。所以床里真的有某种生物吗？主人做了个奇葩的决定，把玩具带到了医院，干嘛呢？上 CT 机。医生们也是第一次给床做 CT， 看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了一点点奇怪的地方。这个木头边框里面有个3厘米的东西，经过反复实验观察，医生确定这就是一只3厘米长的虫子，而且还发现了虫子吃木头的痕迹。看到这个东西，夫妻是想哭又想笑，原来都是他在搞鬼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厕所墙上长出了头发，缝隙里还有一点点红色印记，看着好像是血。主人轻轻拽了一下，就掉了好几根，吓得他赶紧停手，生怕拽出来个人头。而且厕所墙壁很厚，里面还是中空的，难不成里面真的有东西？房子呢是他们租的，才住进来2个月而已。房东过来左看右看，说可能是什么植物的种子发芽了而已啊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反正我房子没问题，这墙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说完直接就走了，但他却感觉事情并不简单。节目组剪掉了一段头发去找专家，专家看了
了半天，说这确实是人类的头发，那墙上为啥会长头发呢？专家猜测有人摔倒后撞碎了墙上瓷砖，头发就卡在了缝隙里。接着还做了个实验，把假发绑在锤子上，用力敲打瓷砖，果然真就有很多头发卡在了上面。但他却说自己根本就没有摔倒过，而且自己头发长度也不符合呀。那到底是谁的头发？她给出差的老公打电话，老公一听直接就说是她的头发。哎，咋回事呢？等老公出差回家后，果然就对上号了，头发长度也吻合。丈夫坦白说出差前喝多了，在厕所跌倒了，当时也没太在意，第二天直接就出差了，到现在头上还有个大包，看又是虚惊一场。然而下面这家的厕所里也发生了一件怪事，他家厕所住了一个看不见的人，只要关上灯就会传来洗手的声音，哗啦哗啦的，肥皂上出现了奇怪的痕迹，地上也经常一片狼藉，打开灯呢却什么都没有，关键厕所都安装了防盗窗，地漏也是堵死的，不可能有东西能进来啊。这种怪异的现象整整持续了半年，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，甚至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。节目组在厕所安装了摄像头，一夜过后查看录像，却看到了让人头皮发麻的一幕，马桶里竟然钻出来一只大老鼠啊！来到地面就开始疯狂破坏，发泄完又钻进马桶走了。主人这才恍然大悟，说有一次上厕所就感觉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啊，现在想想都后怕，吓得他直接跑到了邻居家上厕所。关键他家在18楼啊，这老鼠是怎么钻上来的？这很不科学。专家说老鼠会游泳，马桶管道只有 S 弯的部位会存水，老鼠完全可以爬上来。专家决定用粘鼠板抓住它，围着马桶放了4个，但这老鼠成精了，好像意识到了危险，左闻闻右看看，迟迟没有来到地面，犹豫了好久，最终绕过粘鼠板跳了下来。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鼠，板子上的美食也不能诱惑它，它竟然推开了粘鼠板，一个风骚走位又溜回了马桶。工作人员决定用另一种方式阻止它，在楼下的总管道上安装了防回流输水阀，这样只能朝一个方向打开，老鼠就爬不上来了。这下世界安静了。然而下面这家厕所里好像也住了什么东西，他家的厕所会叫，只要静静的听就能听到咕呱咕呱的声音。有一次主人就看到一个黑影从洗手盆里钻了进去，好像是一个小动物，他们壮着胆子决定把这玩意儿吊出来，用绳子把虫子绑住，吊在半空等待它上钩。没一会儿果然钻出来一个什么东西，离近了一看原来是一只青蛙，它直接一口就把虫子吞了，但感觉不对劲又吐了出来。奇怪，家里怎么会出现青蛙？而且他们家住在9楼，哎，这很不科学。刚开始以为是邻居家的宠物，但邻居却说家里并没有养宠物，楼上楼下都问过了，没有人养青蛙。专家研究了半天，说看着应该是典型的树蛙，虽然树蛙会爬墙，但是你这是9楼，树蛙根本是爬不上来的。洗手台的水管和马桶管道还不一样，不可能通过管道爬上来。专家猜测了很多原因，都被否定了啊！一筹莫展，没有任何线索。最后主人说之前从家里带来过一些生菜。专家恍然大悟，说蔬菜内部一般都会有虫卵或者小昆虫之类的，这只树蛙应该就是这样来到厕所的。接下来展开了营救，锯开水槽，树蛙就跳了出来，小小的一只，随后就呱呱呱的放生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只狗狗趁着老婆怀孕，每天偷偷出门干坏事，主人好奇的给它带上摄像机，谁都想不到拍到的画面简直不忍直视。这天他又丢下老婆，熟练的扒开门溜了出去，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。小白呢显得很疲惫，身上呢也脏兮兮的，主人一直训斥他，小白呢却不为所动，甚至假装闭上了眼睛。主人很是疑惑，他每天出门到底在做什么，于是决定给他带上摄像机，主动放他出去。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回来，主人迫不及待的想看一下摄像机到底拍到了什么。只见他一路翻山越岭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。下山后来到一户人家，就看到一只小母狗热情的迎了上来，两只狗亲密的寒暄起来。院子里的另一只小母狗也不能冷落，也是一顿甜言蜜语。接着呢又来到第3只小母狗身边，看起来这些都是他女朋友。主人这才知道他为啥每天回来都很累，每天爱的供养，这也太潇洒了吧。小白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也害羞的低下了头。这还没完，接着呢他又去见了另外2个女友，每见一个都要温存一段时间，妥妥的渣男了。5个女友都是白色的，本以为呢他偏爱白色，没想到还是肤浅了。不同肤色的他也毫不在乎。这只小黄狗也是他女朋友，小白自己也看不下去了，直接假装睡着了。妻子小黑很绝望，知道你渣，没想到这么渣。但更夸张的还在后面，主人决定带着小白亲自去见见他的女朋友们。据这家主人说，小白每天都会来，并且呢还跟自家的狗生了一窝小狗仔。不仅如此，小白在其他地方的孩子更多，只要他去过的地方都有他的孩子。没想到啊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小白又看上了一只小黑狗，说着呢就要去约会，还好被主人及时拉了回来，强行带回了家。主人决心让小白做个好老公，禁止他外出，好好和老婆在一起。为了营造气氛，主人还给他们搭建了婚房，让他们重新培养感情。小白呢显得很沮丧，他的快乐没有了。
他家客厅成了墓地，每天早上都会出现上万只死掉的蜜蜂，蜜蜂尸体能装满3个垃圾桶。然而更多的蜜蜂还在源源不断的涌进来啊！就算把纱窗打开，蜜蜂也不走，好像屋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它。主人也是惨啊，被蜜蜂围攻，蛰得满头大包啊！一到晚上更夸张，整个天花板都会震动，还会传出一种怪声啊！没办法，晚上只能睡在卧室的帐篷里。然而邻居家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，附近呢也没有养蜂场，那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偏偏选择他家？他家是有什么东西在吸引蜜蜂吗？真的奇怪啊！第二天，节目组再次上门，主人说今天死掉的蜜蜂很少，工作人员敲了敲天花板，里面也没有发出嗡嗡的声音，难道是一夜之间都死了？节目组用热像仪也没有检测到任何温度，决定打开天花板看看到底什么情况，找来了专业养蜂人，一打开就发现一个硕大的蜂巢，蜜蜂也都活着，还发现客厅出现的蜜蜂都是通过电线孔钻出来的。原来当蜂巢内部温度过高时，蜜蜂会扇动翅膀来通风，就会出现嗡嗡的声音。之所以现在蜜蜂安静下来，是因为天气降温了，它们一年只能生产出1个蜂巢，现在有6个蜂巢，说明它们已经在天花板生活6年了。那没什么好说的，直接给蜜蜂搬家，最后还收获了17公斤的蜂蜜。主人说这就算6年的房租费了。然而下面村庄发生了更离奇的事，每到凌晨1点，整个村子就会传来龙的叫声。村长说声音是从半年前开始的，每到凌晨1点就会准时响起，一直持续到早晨不戴耳塞根本没法睡觉，很多人受不了都搬走了。有村民认为是之前开山采石动了龙脉，而节目组却认为是锅炉的声音，但村长说自己早就检查过了，锅炉一切正常。节目组继续寻找声音来源，这时一个类似的声音传来，来到屋内才发现是缝纫机的声音，但声音非常小。缝纫机表示这个锅我不背，那难道是管道施工惹的祸？但施工队表示从来不会在凌晨施工。一时间关于声音的说法越来越多，听起来也越来越灵异。又来到了凌晨，节目组全体动员，在村中各个角落寻找声音来源，还安装了声纳设备来监控。不一会儿，声音准时响起，大家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，正是锅炉所在的位置。声纳设备也检测出声音就来自村长家的锅炉，这就很尴尬了。村长还是不肯相信，明明自己检查过的。锅炉售后人员排查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，锅炉上一个电磁阀产生了滑动，导致了这种不寻常的声音。维修完毕，村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同样在凌晨出现诡异声音的还有下面这个公寓，每到凌晨4点，整个公寓就会传来敲门声，有时候是玻璃球掉地上的声音。声音是从5年前开始的，每天持续4个小时。声音出现时，整个房间都有回声，墙壁都会震动，很多人都无法安心睡觉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神经衰弱。有人干脆在外面租房住，物业也调查过原因，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最终声音还是没有停止，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什么奇怪的声音都会出现。节目组在公寓不同位置都安装了摄像头，又来到凌晨4点，敲门声再次响起，1小时过后又变成了玻璃球滚动的声音，声音竟然高达90分贝。要知道地铁站声音也才81分贝。工作人员发现用铁锤摩擦瓷砖产生的声音和玻璃球掉落的声音很像，怀疑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节目组在其他楼层安装了更多的摄像头，想找到这个人。接下来就是等待声音的出现，但是1晚过去了，完全没有出现任何声音，连续几天声音都没再出现。其实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，很明显了，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，至于是谁就不好说了。1个月后，节目组做了个回访，物业表示自从节目组采访过后，声音就没再出现过，这下都能安心睡觉了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，但是要论肺活量，下面这个大爷还没浮过水。66岁的大爷一口气就能把车胎吹爆，热水袋被他当成气球吹，一口气爆1个，每天都要吹爆100个，这都不算什么。现在他要挑战吹卡车轮胎，另一边是8个人轮流用气筒打气，大爷的轮胎肉眼可见的变大，5分钟计时结束，大爷吹的轮胎已经很鼓了，另一边用打气筒的轮胎却还是扁扁的。大爷不满足他要继续挑战，让节目组在轮胎上放了一个架子，上面又站了20个小伙子，他要在负重的情况下把轮胎吹爆。大爷一阵猛吹，上升的感觉吗？咱们中国的轮胎质量属实不错，大爷吹了10分钟，硬是没吹爆。等人都下来后，轮胎嘚一下就变大了很多。这天，大爷想要挑战极限，吹挖掘机轮胎，这玩意儿可比卡车轮胎难吹啊！司机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只见大爷半蹲马步，一口接一口往里吹气，轮胎很快就有了起色。毕竟是挖掘机轮胎，吹到一半的时候最困难，吹了好几口也不见起色。周围人不停地给大爷加油打气，大爷摘下帽子擦了擦汗，体内的小宇宙正在爆发。接着额头青筋暴起，一
一阵猛吹，最终轮胎被大爷吹了起来。那他是怎样练成这项绝技的？原来30年前，大爷最喜欢的就是钓鱼，但是没船就没办法去湖中钓，他决定用轮胎代替船，但是没有打气筒，于是尝试用嘴吹气。这一吹不要紧，他吹出了新高度，没一会儿就把轮胎吹得硬邦邦，慢慢就变成了一种爱好。大爷说不会停止挑战，要再吹他个50年，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不允许出现打气筒。大爷的嘴属实厉害，下面大叔的手上也有绝活，大叔一巴掌就能抓到10只苍蝇，一天徒手能抓1万只，抓过的苍蝇足足装了4大袋。菜市场的苍蝇见了他都吓尿了，只要他出手绝对不会落空，百发百中，没有一只苍蝇能活着逃出他的手掌心。摊位老板纷纷拍手叫好，旁边大叔看了也想试试，不过动作属实有点滑稽。工作时，一只苍蝇落在了桌子上，他慢慢靠近，苍蝇察觉不对立马就跑，但是太晚了，大叔一巴掌送走了他。仔细观察后发现天花板还有一只，迅速丢出乒乓球，一击致命。那他为啥痴迷于抓苍蝇？原来大叔是一家保洁公司老板，13年前和客户吃饭谈合作，大叔想让客户尝尝本地特色菜，结果菜里有一只苍蝇，客户愣住了，你们特色菜是苍蝇炒鸡蛋啊？就你这样还做保洁呢？客户当场愤然离去，大叔分分钟损失几百万，对苍蝇那是恨之入骨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训练自己的反应力，练习抓蝇龙抓手，对着树练习7伤拳，手背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，就这样练出了100%空手抓苍蝇的绝技。1年时间内抓到的苍蝇装满了4大袋，还把苍蝇做成了标本，仔细研究。现在公司还推出了一项免费抓苍蝇的服务。哦，有苍蝇啊！只要一个电话，大叔就会带着员工上门免费抓苍蝇，即使灭蝇器也没有大叔徒手抓的多。不得不说，大叔的技能真的很实用啊！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